常规的种菜方式是需要翻土和耕地的，其目的是保持土壤的松软透气，同时能够晒土和杀虫卵，减少杂草的生长，好处多多。然而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长期的翻耕会破坏土壤的结构，降低保水能力，让蚯蚓和微生物难以生存，从而导致土壤活力下降，有机质和营养流失，进而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菜园的整体生态也会遭到破坏。那么如何避免呢？大家好，我是老田，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免耕种菜，以及如何实践这种非常规的种菜方法。免耕种菜，顾名思义就是不翻土、不耕地的种菜方法。由于不用翻土和耕地，土壤的结构，也就是微生物的家园，不会遭到破坏，土壤会一直保持活力。微生物源源不断地分解有机质，制造养分，并且帮助植物根部进行有效的吸收。许多相关实验都已经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好处，我这里就不过多地阐述理论了。我们是实践者，接下来我就来带大家一起实践如何进行免耕种植。首先，在清理干净的土地上撒上石灰粉，调节 pH 值。土壤是有不断酸化的趋势的，石灰能够中和土壤的酸性，调节 pH 值。石灰不需要太多，在土壤上面撒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撒完石灰后，等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叉子给土壤松土透气。松土透气是非常必要的，土壤也是需要呼吸的。注意，这里是指松土，不翻土，这样在松土透气的同时，不会破坏土壤的结构。土壤里的蚯蚓和微生物受到的打扰也会尽可能的低。另外，我们在种植的时候要尽可能规划好种植区域和走路区域，努力做到不要去踩踏种植区域的土壤，保持土壤的蓬松状态。松完土之后，用耙子稍微平整一下土地，让石灰和表层土壤稍微混合一下，同时打碎大块的土壤颗粒，让表层土松软细致。平整的时候，如果用耙子搂出的颗粒比较多，不想花太多时间打碎或者捏碎的话，也可以先搂到一边，然后收到一个桶里，以后做堆肥，尤其是厨余堆肥的时候，可以用这些土来覆盖，促进厌氧菌繁殖，加速发酵，同时也能够防虫，防止出现异味。平整完土地之后，可以适当的撒一些鸡粪肥，或者是其他的有机复合肥，来增加土壤整体的肥力。这些肥不需要太多，只要在土壤表面撒上非常稀松的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这一步在免耕种菜实践中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做完广撒有机肥这一步之后，就是免耕种菜实践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铺堆肥土。铺堆肥土的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和养分。这一步对于大棚和种植床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在所有容器中种菜的时候都不难发现，一季蔬菜种下来，土壤会明显的减少。这是因为微生物把土壤的有机质分解成了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都被植物的根系给吸收了。所以我们每年都要给土壤增加堆肥土，这是有机种植的一个根本保障。铺堆肥土的第二个作用就是保持水土，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湿能力。堆肥土的结构和形态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沙子或尘土那样被风吹走，或者被雨水冲刷掉。堆肥土能够有效地保持住它自身以及它所覆盖的土壤，并且有足够的空隙增加土壤的空气含量，让水分渗透到植物根部。同时也能较长时间地保持住水分，随时供给给植物的根系。铺堆肥土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抑制杂草的生长了。优质的堆肥土覆盖到种植区域后，原本土壤中可能存在的草籽都会被抑制住，不会发芽，
从而在蔬菜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都不再需要为除草而烦恼了。传统的种植方式所提倡的中耕除草的概念，在这种免耕种菜的体系下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接着我再来强调一下堆肥土的选择，一定要选择充分腐熟的堆肥土，否则的话不适合我们现在的使用场景。一般未经腐熟的堆肥土都是需要提前撒到地里，等热量消散后，还要和原土充分混合后才能种菜，否则就会有烧苗的风险。第二一点是选择优质的堆肥土，主要就是干净的、没有草籽的，不能看到有未腐熟的木渣、稻杆、树叶等物质，更不能有塑料、石块或者是其他的垃圾混入其中。铺完堆肥土之后，我们就按照我一直以来的实践和使用方式来移栽菜苗或者是播种种子就可以了。先是挖坑或者搂沟，然后在坑或者是沟中施有机底肥，与土壤混合一下，接着就可以移栽菜苗或者是播种种子了。我们把育苗盒培育的菜苗拿出来，或者把提前散播种子培育出来的菜苗挖出来，分苗，然后进行移栽。很多青菜的菜苗都是以长出3、4片针叶的时候进行移栽最为合适，5片针叶通常也问题不大，长得太大就不太好移栽了。移栽好菜苗之后，浇上充足的定植水就可以了，这样免耕种菜的整个过程就算是完成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实践过程中的2个重点：一是指松土不翻土，松土是让土壤松软透气，并且改善土壤的微生态环境，并不会破坏土壤结构，这一点与翻土截然不同。第2个重点就是铺堆肥土，最好是选用不同类型的堆肥土，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和不同的营养成分。这是蚯蚓和微生物的食物，也是植物生长的生命源泉，不能缺少，否则免耕种菜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好了，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和留言来支持我们。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